为什么被称为果中贵族的车厘子价格突然崩了啊？因为背后隐藏着一场不为人知的大国博弈。大家都知道啊，2024年下半年以来，国内有2样东西出现了价格大跳水啊，一个是牛肉从高峰期的50、60块钱一斤降到了如今的20多块钱一斤，另一个则是车厘子啊，往年一斤高品质的车厘子价格往往要高达100多块钱每斤，那是妥妥的果中贵族，咱普通老百姓根本就吃不起。结果呢，到了今年快过年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之前高不可攀的车厘子，如今竟然也成为了平民水果，15块钱一斤的车厘子正在大量涌入水果店。看到这种场景，很多人就产生了好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事情。我们首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世界上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是哪一个吗？答案是阿根廷。而车厘子的主要产地智利就是阿根廷的邻居之一。也就是说呢，从物理距离来看智利是距离中国最遥远的国家之一。而且呢，不只是距离远那么简单，整个南美大陆西海岸放眼望去，竟然找不到一个完整开发的深水港。有过港口工作经验的朋友都清楚，港口的水深能直接决定停靠货轮的吨位。如果水位太浅的话，那就会直接导致大型货轮搁浅。所以呢，想要进行国际贸易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首先得开发一个深水港。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南美西海岸并没有这样的港口，所以呢，智利的车厘子想要运到中国，一般呢只有2个途径，一个先在智利利用小船装运，然后运到美国和墨西哥的港口，在那里拼一个巨型货轮，最后呢再横跨整个太平洋航线抵达中国大陆。另一个则是从智利出发通过巴拿马运河进入大西洋，然后横跨整个大西洋航线，绕过非洲的好望角，最后通过印度洋走马六甲海峡运往中国。无论你走哪条航道都会至少经历2万公里以上的路程，耗费极大的时间成本。这就是为啥车厘子会那么贵的真正原因。而且更重要的是呢，无论是巴拿马运河，还是马六甲海峡，或者是美国和墨西哥的港口，这些地方都带有极大的风险。一旦美国掐断航线，就会严重影响到我国和南美国家的贸易活动。所以呢，为了顺利的推行“一带一路”的政策，也为了加强和南美国家之间的联系，在2011年，我国和秘鲁签订了一个开发前凯港的协议。我国想要自己动手在南美西海岸修一个能停靠10万吨级别货轮的深水港口。本来呢，这是一件中国和南美国家双赢的项目，对吧？因为一旦前凯港建成了，对咱们来说呢，就意味着南美的车厘子还有牛肉这些农产品会大幅降价，能普惠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对于南美国家来说和中国的贸易将会更加紧密，也能让当地的果农和养殖户赚大钱呢，让欠发达国家抱着中国的大腿一起起飞，对吧？可是自从中国和秘鲁签了项目合同之后，秘鲁在几年之内换了多位总统。更搞笑的是，美国人还打着什么人权环保的幌子去阻止前凯港的建设。在美国的干预之下，2011年到2021年整整10年时间，前凯港的建设进度一直都是停滞不前，直到2021年，中原海运集团获得了前凯港30年的独家经营权，港口的建设才正式提上了日程。然后呢，咱们只用短短3年的时间就建成了一个世界级的港口。在2024年，前凯港正式开始运营。智利的车厘子再也不用走巴拿马运河或者是到美国去转运了，他们只需要在秘鲁的前凯港装船，就能直达中国消费市场。整个运输过程从过去的35到40天，直接缩短到了如今的23天。这样会带来2个非常明显的影响，一个是运费大幅降低，让车厘子的价格更加亲民；另一个运输时间会大幅缩短，会让车厘子的品质更加新鲜，避免大量的坏果的产生。从成本控制上又能进一步降低车厘子的运输成本，这样叠加在一块儿，就让车厘子的成本相比往年能减少20%到30%。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是智利车厘子最重要的消费市场。根据数据统计，智利有90%的车厘子都卖到了我们这里。所以呢，当中国市场的销售通道进一步扩大的时候，智利的果农们也会扩大自己的种植面积。根据当地农业部门的统计呢，今年智利车厘子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11.22万亩。
相比去年呢，整体产量是足足提高了50%，创下了历史记录。一边呢是产量的提高，另一边则是运费的减少，二者叠加在一块儿，就让国内的车厘子降价幅度超过了80%，让咱们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到可口的南美水果。这绝对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儿哈！而且受益的也不止咱们呢。根据调查统计，智利当地居民里每30个人就有1个从事着车厘子相关的工作。随着中国消费市场的火爆，当地果农很多都跟着赚了大钱了。而且这还只是前海港作用的冰山一角，仅仅是一个2024年，前海港就为秘鲁当地创造了7500个就业岗位，带来了45亿美元的收益，相当于该国 GDP 的1.8%。这是相当重要的创收项目之一。不仅如此，前海港的作用也不只是辐射秘鲁和智利，它还能与泛美公路相连接。通过这个贯穿整个美洲大陆的公路系统，到那个时候，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国家的农产品、矿产资源就能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市场。明白了这个，你就会清楚哈。牛肉和车厘子的降价只是一个开始，未来秘鲁的蓝莓啊、牛油果啊、巴西的咖啡、大豆、玉米、厄瓜多尔的香蕉、可可都有可能会进入到降价通道。而另一边，南美的国家们，他们也能买到更多来自于中国的汽车、电器，还有义乌小商品。到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会清楚什么才是全球化时代带来的合作共赢。反观美国人自己啊，现在到处嚷嚷着要给前海港加关税啊，要和世界各国打贸易战，想要来阻止各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通过这个对比，我们就能看清楚，到底谁才是先进的文明，谁又注定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